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的2月4日，星期三。我们在盘中呢，给大家来讲一下，打一个强心针，好吗？那么今天的视频里面有非常多的干货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听。我们还会讲个股。然后呢，我们先去跟大家讲一下大盘的一个情况。我知道现在很多的朋友呢，心情比较的沉重，甚至说非常的恐慌，因为很多的朋友他一定是满仓的科技股，特别是科技成长股，尤其是软件类的股票。那么今天呢，一定也是关灯吃面的一天。先直接的回答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：今天跌破趋势了吗？能不能涨回来？我给大家一个结论，我的结论呢也非常的明确。对于以 QQQ 为代表的科技股来说，它的短期的上涨趋势在今天有暴力的被跌破，因为你要看到这2天都是比较有放量性质的实体大阴线，而且呢破坏了过去2周的一个盘整的平台，属于典型的破位下杀。但是一定要注意我的用词，我用的是短期趋势的破位，并不代表着2026年全年的牛市终结。能不能涨回来？我的判断是，这种情绪化的恐慌抛售通常在48小时内引发技术性的超跌反弹，也就是说，在明天或者是后天，我们极大概率能够看到一根修复性的阳线。但是呢，那个不是反转，这是给你调仓或者是减仓的一个机会，并不是让你盲目加杠杆的信号。我们今天呢带了一位会员朋友做了1对1的一个就是教学，然后呢我们就把他的这个杠杆全部给去掉，把现金多留出来，然后呢来应对像这样的一个大跌。好了，刚才的结论呢给大家讲完了，我们现在来深挖一下今天盘面最诡异，也就是让大家非常困惑的一个现象。我们可以看到 SPY 这边它的这个跌幅远远的小于这个 QQQ， 那么为什么 QQQ 这边以及 QQQ 里面的那些个股不是涨的，是跌的，都像是要股灾了一样？这个背后的核心逻辑就是资金的剧烈调仓和软硬分化的极端的演绎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段时间就是一场针对软件股的史诗级的屠杀。那么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一个集体崩盘？是有什么突发的黑天鹅吗？其实你注意到一句话，就是草蛇灰线，福脉千里。软件股的这次的崩盘，本质上是市场对 AI 商业化落地失去耐心的一次集体的宣泄。在过去2年，我们一直都在炒作 AI 应用端，炒作软件的这些公司接入 AI 后能够降本增效，能够提价。但是到了2026年的今天，第1季度财报季刚开始，市场就发现很多软件公司的营收增速并没有因为 AI 跑出来，反而是因为在算力上投入了巨额的成本，导致利润率被压缩了。这个是我经常给大家讲的，一定要去看利润率。那么今天的下杀就是机构对软件股进行杀逻辑和杀估值的一个体现。当一个高达50倍甚至80倍 PE 的板块业绩无法兑现高增长的时候，资金的撤离是只有不计成本的这一个选项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很多的2线的软件股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是有了20-30%的一个暴跌。那么这种跌法，我告诉大家，不仅是散户在卖，而且呢是机构在砍仓。这种恐慌抛售我们应该如何理解？这是最关键的心理博弈的部分。大家要明白，当恐慌发生的时候，市场是绝对不会给你讲理性的。那么抛售就会带有一种流动性危机的错觉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在 QQQ 里面，软件的比重不低，再加上半导体也受到拖累，导致了被动指数基金的卖盘涌出。这个时候，好股票和坏股票会一起跌，因为大家都在卖流动性最好的资产来补保证金，或者为了规避风险而一键清仓。但是呢，这个我反而要告诉大家，这种无差别的通杀往往是短期底部的特征之一。当你看到连那些业绩硬邦邦的巨头都被错杀的时候，往往意味着空头的动能正在快速的衰竭。那么今天我们不得不跟大家好好的来讲一下
AMD， 绝对是今天大盘走势的罪魁祸首之一，也是引爆科技股崩盘的导火索。那么 AMD 昨天发布的财报，如果单看营收和利润没有那么的灾难，至少它的这个数据中心业务还是有增长。但是为什么市场的反应如此的剧烈？因为 AMD 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，那就是芯片行业的内卷和资本开支的边际递减。AMD 它的指引不及预期，直接戳破了市场对于 AI 算力需求无止境增长的幻想。那么市场原本预计2026年除了英伟达吃肉， AMD 怎么着都要跟着喝大汤。但是 AMD 它的财报告诉我们，在英伟达的强势挤压下，老二日子并不好过。更重要的是 AMD 作为半导体板块的重要风向标，它的疲软直接带崩了整个费城半导体指数，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AMD 暴跌导致市场担心其他芯片股也不行，于是抛售半导体，半导体一跌带着纳指跌，纳指一跌，高估值的软件股因为风险偏好下降跌的就更惨。这个就是今天指数这边出现大阴线的一个传导的路径。那么 AMD 的这份财报实际上就是在告诉市场，2026年的硬件投资回报率已经在下降了，这个让那些没有看到回头钱的软件公司就更加的雪上加霜。但是我要给大家打一个气，在这种极端的悲观的情绪下，周四周五涨的概率大吗？我个人倾向于什么呢？就是在明天或者是在后天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探底回升或者是低开高走的剧本，甚至在周五可能会收出一根中阳线。为什么？这里有3个逻辑的支撑。第一就是技术层面，今天你可以看到像 SPY 和 QQQ 已经直接的把我的这些趋势线全部都打下了，然后呢，它的这个 RSI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卖区，在牛市或者是震荡市的背景下，这种乖离率它是不可维持的，那么会有均值回归的引力。第二呢，我们可以提到就是什么呢？ SPY 这边的跌幅不算大，说明市场没有全面的系统性的风险，银行、能源、工业这些传统板块甚至还是在护盘的。只要是大盘的顶梁柱没有它，那么科技股的单边下跌就很难演变成全面的股灾。资金在科技股里面杀出来，大概率还是会在市场的内部寻找洼地，甚至在跌透了的情况下回补科技股。第三呢，就是期权的市场的博弈。那么在今天周三，大量的末日看跌期权今天获利丰厚，到了周四，空头主力它会有一个强烈的获利了结的需求。那么当空头开始平仓买回股票的时候，就会形成自然的买盘支撑。而且今天的恐慌盘已经把很多意志不坚定的筹码洗出去了，盘子变轻了，反弹起来就更加的容易。所以说，面对今天这种科技股集体崩盘， AMD 带崩半导体， QQQ 大幅跳水的局面，你一定不要在恐慌的时候去割肉，好吗？那么我想在今天的视频里面传达的核心的策略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保持冷静，区分手中的持仓。如果你手里是那些没有业绩支撑，纯靠 AI 讲故事的亏损的软件股，那么反弹就是你离场的机会，因为它的逻辑确实坏了。但是如果说你持有的是现金流充沛的科技巨头，甚至是一些被错杀的绩优股，尤其是像微软这样的股票，那么今天的下跌可能就是2026年开年送给你一次倒车接人的机会。市场永远都是在绝望中见底，在犹豫中上涨。那么今天的这根阴线虽然难看，但是呢，也是帮我们迅速释放了风险。明天呢，周四，建议大家紧盯开盘后的半个小时，如果说出现缩量低开不再创新低，那么就是反击的号角了。那么今天的复盘呢，对于大盘的复盘，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这里。我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吸收消化，然后呢再来跟大家讲一下个股的情况。我们这段时间呢，我们是给大家推荐了在会员群推荐的伯克希尔的，但是我个人觉得想做的朋友不是很多，会员朋友都是跟了我很多年的朋友，他会去做，而且他会重仓去做。哪些朋友不会去做呢？就是那些想赚快钱的朋友不会去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慢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在资本市场里面，慢就是快，慢它就是稳定，稳定能够让你赚大钱。在时间的长流里面，你如果说在稳定的赚大钱的话，那么你的赚钱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，越来越高。因为5年、10年是一个周期，你可以看到你的资本翻倍的速度会非常的快。而且呢，我也跟大家讲了，像默沙东、像好事多这类的股票，它就是慢，但是它真的非常的稳，它能够在这样的大势的一个情况下，帮你把你的账户变得越来越好看。然后呢，我也跟大家有
有讲到，就是这个 AMD 200这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撑，我们就看明天有没有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了。像 SOXL 的话，现在它也是有几根大阴线，然后呢，它反弹的速度也很快，但是呢，你不能看它涨的时候很高，它跌的时候也很快，所以说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，都是有哲学性的，你一定要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去做决定的时候，你才不会很去上头。然后这个 AMD 刚刚已经说了，就是在200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撑位。英伟达昨天我也跟大家有讲到，170上下是短线入手比较好的一个时机。微软的话呢，现在我也觉得其实短线已经差不多了，它已经从高位跌了那么多，差不多了，已经差不多了。如果你有中长期入手的一个打算的话，我认为是可以分批的进行入场了。特斯拉这边400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数心理的关口位，只要说400不破，450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差价的。只要是你滚动持仓的能力比较好，我觉得在特斯拉上面去赚大钱的概率是非常大的。而且呢，很多朋友对于像 Palantir， 我昨天也跟大家有讲到，为什么它大涨，我不建议大家去追，就是因为你看这几天哪怕是上涨，它也是连续的阴线，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好的。所以说今天有一个大跌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好吗？一点都不意外。我希望呢大家好好的看我的视频，好好的去吸收我讲的这些个股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，而且呢你可以依葫芦画瓢，可以去带动其他的个股去看这些个股应该怎么进行操作。好了，今天呢也给大家讲的非常的多了，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去吸收消化本期视频。如果大家想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的话，我们会在最新的时刻来告诉大家方向指引和点位的指引，来告诉你什么地方应该走掉，什么地方应该抄底。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。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本周好好的来操作，好好的赚钱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